书接上回，单说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内参禅说法，精勤自修，十分的安然。这天晚上，他料理好一应事务，又来到大雄宝殿内禅坐。小童早为他点好的蜡烛在吱吱地燃烧着。慧能仍然是来到了大雄宝殿内中央的蒲团上，夹伏而坐，想入禅定。突然他觉得心跳加剧，气脉受阻，头晕目眩，而且掌心有发麻的感觉。慧能一惊，这明明是中毒的征兆啊，可是毒又从何而来呢？慧能想至此，突然睁开双眼，环顾四周。突然他的眼光落到了供桌上边那只蜡烛上，他见这只燃烧着的蜡烛，烛光跳跃，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火苗渐渐拉长，而且火焰的颜色也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变成浅蓝色，一会儿变成棕红色，一会儿变成墨绿色，一会儿变成深红色。在火焰颜色变化的同时，还隐隐的有一股淡淡的烟雾在喷出。慧能一惊，这毒来自这蜡烛的火焰，这明明是每天晚上都点的蜡烛，怎么会突然放出剧毒来呢？莫非东山武僧请来了江湖黑道的用毒高手潜入寺内？慧能想至此，立即起身，从佛像下取出衣钵，付之于身。他纵身出了殿外，举目一看，见寺内杀声四起，火光冲天。原来不飞和不凡和尚背着神秀离开东山，悄悄来到岭南，探得慧能在这宝林寺内给大家说法。他知道慧能暂时不会离开，为了万无一失，他们俩到江湖上花重金请出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四大天王之一的毒王聂参，还有一些其他的黑道高手，成群结党奔着宝林寺扑来。这些人来到宝林寺外，引住身形，由聂参一人悄悄潜入寺内，探看动静，以便施毒。聂参来到了宝林寺内，俯身于大殿之上，往下瞅，见那两个小童往大殿里送蜡烛。他从两个小童的对话当中得知慧能每晚都在这大雄宝殿内禅坐。两个小童走了之后，聂参纵身下殿，他望着这桌上的蜡烛，心中暗喜，心想，我就借着这支燃烧的蜡烛来发毒，那可是稳妥无失。尽管卢慧能聪明绝顶，也难逃厄运，他一旦发现，也不及补救，他定会中毒而亡。聂参想至此，从身上取出一种凭借热量来散发毒气的剧毒之物，叫烈焰锁魂露。这聂参下毒的本领那算练到家了，他能凭借各种媒介物来下各种奇毒之药，要不怎么叫毒王呢？他把这烈焰锁魂露取出来，屏住呼吸，暗运内力，把此毒物逼入蜡烛的体内，想让这烈焰锁魂露通过蜡烛的燃烧散发出毒气，毒死慧能。这下毒的手段是真高啊！他施好了剧毒，悄悄出了宝林寺，来到寺外，把此事向不凡和尚一说。不凡和尚一听，喜得心花怒放。不凡他闻听此言，喜心窝，只见他洋洋得意，把话说，吩咐声江湖朋友，快点火，定要四面围住，把各里熬捉。如
想要武功秘籍，别懒惰。谁要能抓住个了，好处多。生死的大权，你们来掌握，务必让那蛮子去见了阎罗不凡和尚一声令下，众位杀手举着灯笼火把，四面的围住了宝林寺。一时间火把照如薄昼。这不凡和尚非常狡猾，他怕聂深万一用毒失手，卢慧能再走脱，他又请了一些黑道的高手，都是江湖绿林上心狠毒辣的一帮家伙，并对这帮家伙说卢慧能盗走了东山一波和达摩祖师的武功秘籍。这些江湖黑道人士一听慧能身上有达摩大师的武功秘籍，一个个憋足劲儿，都想杀死慧能，夺下秘籍。这些杀手个个心狠手辣。这不凡和尚分派已定，他让不飞和尚带着这些杀手围住宝林寺，还有一些江湖人士，各个角落都有人接应，布置的天罗地网一样。安排已定，他让聂深陪他自己在寺外的高坡那立身站着，手举灯旗做指向，坐镇指挥。他为什么留聂深在身边呢？想让聂深呢观看一下卢慧能是否中毒，如果没中毒，随时再给他下毒，免得请聂深的钱就白花了。聂深自信，就凭自己这毒王的名声，下毒的功夫，他卢慧能绝对逃脱不了一死，所以他也不愿意到那刀光剑影的凶险之地去拼杀，只跟不凡和尚站在寺外的高坡上立身观看，想看看卢慧能中毒之后是如何丧命的。不凡和尚分派已定，众杀手火把齐举，一起往前冲杀。有的人呢不小心手中的火把竟把宝林寺的殿堂给点着了。慧能举目一看，杀声一片，火光冲天。他一看殿堂房舍起火了，担心那两个小童，他想纵过去抢救那两个小童，可是他稍一运气提弓，就觉得内力急剧消失，毒气大涨。慧能着急呀，想脱身，他急忙挥掌，把近处的对手给破退了。掌风虽大，可是他自己的内力几乎是荡然无存呐。这烈焰锁魂露的毒性非常霸道，它和中毒人使用内力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中毒之后静坐不动，内力是慢慢的消失，毒气是渐渐的进入脏腑。可是你一旦运功，毒气大增，内力消的就猛。运功程度越大，内力消失的越快，毒性发作就越厉。刚才慧能这一运功发掌，内力急剧的下降，毒气随之大增，使他的内力几乎荡然无存。慧能一惊，往来冲突四无过，始终不能突围。这些黑道杀手们形影相随，紧紧地围住慧能，猛施杀手。有些人冲到慧能面前，大喊大叫：“葛辽，快交出衣钵！卢蛮子，快交出达摩祖师的武功秘籍，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慧能一听，心说：这东山武僧为取我性命，夺下衣钵，不惜撒此弥天大谎，造这么大的口业，打这么大的妄语，真是造孽呀！他为那不知悔改的东山武僧感到心碎，如今只有尽力脱身，让佛法留步将来，以智慧度愚痴，不负五祖大师的重托。想到这儿，他极力运功想脱身，可是怪了，越运功
这内力消得越快。这些黑道杀手们个个心狠手辣，手不留情，奔着他猛砍几次。慧能望着眼前这斑斑利刃强锋，猛然间想起那云游老僧在东山寺内密授他的那一套绝妙的步法，叫般若神步。这老僧啊，见慧能心性慈忍，纵然危急之时也不会出手伤人，就教了慧能这么一套步法，告诉慧能，如果猝遇强敌，可以此保身，再聚内力，再展禅功。慧能为了脱身保住性命，使佛法留步将来，以智慧化度愚痴，他猛然间想起了这套步法，他屏心静气，脚下就踏起了般若神步。这套步法变幻莫测，巧妙异常，每一步都是踏在别人绝技意想不到的地方。围攻他的人越多，自相残杀就越惨了。这些人拼命的往上上，可是这招数9%都是递向自己人的身上，1/10是落了空。不凡和尚一看，眼睛都冒火了，心的话，怎么还没要着葛辽的命啊？慧能的步伐古怪，每一步都不是笔直进退的。聂深一看，以为是慧能中毒所致呢，心中暗喜，师父，你看那卢慧能中了我聂某的剧毒，居然功力已失，连走道的力气就没多少了。不过我倒是挺佩服他，他中了我的剧毒，能坚持到现在还没倒下来，是条硬汉。可惜呀，你就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也难逃此劫。不凡和尚一听，心中大喜，哈哈哈哈！聂大王果然名不虚传，这真是天助我也。众位江湖朋友，想要武功秘籍，就不要对那葛辽留情，给我杀，将他杀死。不凡传令，怒满腔，众匪徒乱成一锅浆，一个个露出野蛮相，龇牙咧嘴似饿狼，嗷嗷叫地往前上，兵刃齐挥透寒光，一个个好像不是父母养，都自称儿抓人抢掠罪在行，面目狰狞头直慌，对照慧能逞凶狂，这边喊卢蛮子交出秘籍把你放，要不然送你去见阎罗王。那边叫葛辽，你盗取一波有胆量，我让你暴尸荒郊为虎狼。众杀手争先恐后往上闯，毒入蛇蝎黑心肠，不凡督战连声嚷，众贼寇示威更嚣张，江洋走折换婆娑，惊险的场面太凶恶，治杀的地暗天边色，吓得神鬼直哆嗦，治杀的僧道经卷都念错，满嘴的波婆摩佛的特那勒，治杀的玉皇大帝藏有毒，王母娘娘斗牛宫内愣呵呵，治杀的八仙背胆窝，9天仙女儿不唱歌，治杀的城隍就把土地扯，懵懂转向土地坡，治杀的龙王不敢海底窝，山神让位把袍脱，治杀的牛头马面心起火，小鬼去找乌阎罗，治杀的判官生死簿都放过，不管谁死和谁活，众匪徒平时杀手性凶恶，一心要把慧能命来夺。不凡和尚这么一说，
众杀手更无所忌惮，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齐举利刃向慧能进攻。慧能一看宝林寺已成了一片火海，知道那2个小童已经葬身火海，不及补救了，如今只有尽力脱身。想到这儿，他脚下踏出般若神步，而且走的是越急越快，内力就储积的越多。因为这般若神步不但能避强敌利器，还能储积内力，再展禅功。慧能脚下踏的般若神步疾行，众匪徒频施杀手，自相残杀就越惨。他们的兵器十有八九都递向了自己人身上。你想那有的黑道杀手那兵器上都涂着剧毒伤着谁，谁能活命啊？这些江湖无赖、绿林的杀手，有很多人已经丧身于毒气利器之下了。慧能急于脱身，不凡和尚一看着急给我杀，快点杀！不飞也跟着高喊众位快点，想要衣钵，想要武功秘籍，谁都不行留情，给我将葛辽杀死！毒王聂申更觉得纳闷你别看他闯荡江湖多年，下毒的功夫高，赫赫有名，可是慧能这般若神步的功夫，他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哪能知道那叫正性的智慧神通他不懂，他觉得这卢慧能怪了，中了我聂某的剧毒，居然坚持到现在没有躺下，他还能纵跳，觉得奇怪，也跟着嚷嚷，让大家赶紧上去抓慧能，杀慧能，免着他这毒王的丢了面子。他这吵吵嚷嚷，慧能急于脱身，他嗖的一下纵身跃起，窜到宝林寺的墙上。不凡一看，快给我放暗器！慧能一听，几个腾跳就跳到宝林寺外的暗处。不凡一看急了，命众杀手上前围攻。慧能一边脚下踏步疾行，一边暗自运功逼毒。可是般若神步能聚内力，能避强敌，能避利刃，但他毕竟走得慢这些黑道杀手紧紧相随，慧能是走一会儿般若神步，又腾跳几纵来脱身。可是他一跳，内力急剧消失，他是运功逼毒往前疾行。慧能心想，眼前对手甚多，招数辛辣，自己又身中剧毒，只有快脱身。想至此，他一边脚下踏着般若神步疾行，一边暗运内力来逼毒。如果不及时把这毒逼出体内，那就要进入脏腑，那就麻烦了。慧能往前疾行，后边众杀手紧追。慧能跑到前山上，刚刚进入山里，不飞和尚带着众杀手就赶到了。有的大喊：卢蛮子，快交出衣钵！葛辽，快献出武功秘籍，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话说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内身中剧毒，又遭江湖黑道杀手的凶险围杀，他展禅功，勉强逃离宝林寺，奔前边的山中跑去。可是慧能刚刚进山，不飞和尚就带着这些江湖黑道杀手追入山中，一个劲儿的大喊：葛辽，快把衣钵交出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卢蛮子，快把达摩祖师的武功秘籍献出来，不然让你乱刃分尸！有的人还一个劲儿的打诈语：葛辽，我看见你了，快点出来！就这时候，就听山下有人大喊：不好啦，着火啦，快跑吧！慧能一惊，扭头一看，果然山林火起，断了下山之路。原来这毒王聂申一看慧能中毒之后没死，还逃到山中，聂申可真有点受不了了。多少年来，
他毒王聂申要施毒于人，哪有重而不死的道理呀？可是卢慧能不但没死，还从他眼皮底下逃脱，这对他来说那简直是平生奇耻大辱啊！要是不除掉卢慧能，他这毒王的名号那可就是受之有愧了，在江湖上将是威风扫地，威名丢尽。所以他提及不凡和尚，赶紧命人放火烧山。因为他这烈焰锁魂露这种毒性是热量越大，它毒性越厉。如果那山林火起，你卢慧能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脱一死啊！所以他提及不凡，赶紧命人烧山。开始呢，不凡和尚还不想烧山，因为烧山，卢慧能与衣钵就得同葬火海。再说烧山在佛家来说，那是一种极大的恶业，因为山林火起，那山中无尽的苍生都要死于火劫，这杀生之罪无量无边。可是不凡和尚一看众人追入山中，光喊没结果，万一要是让卢慧能走了，那可就白费心机了。所以他一咬牙一狠心，竟命人放火烧山。气坏了聂申不凡，狠心贼。他二人上蹿下跳，似恶鬼，一个个狼心狗肺，是淫威。忙命令众位杀手都撤退，山周围快多把柴草堆，吩咐声一起点火，别气馁。只见烈火无情斗雄威，霎时间火舌扑进山林内，曹溪山眼看就要化飞灰。你要问二人犯下多大罪，对他们千刀万剐也不亏。其实啊，不凡和尚命人放火烧山之时，那些先入山的众杀手一不小心，手中的火把已燃着了林中的枯枝干叶。时逢深秋，烧荒最易，内外一点，火势立起。但只见大火熊熊，烈焰腾空，金蛇狂舞，火球乱崩。那真是八方冒青烟，四周火舌窜，风助火势烧得猛，火借风威喷烈焰，火大无失柴，烧红半边天，只烧得树木噼啪响，只烧得山石崩碎片。见此大火，神鬼愁，天下又多了一座火焰山。不非不凡和毒王聂申一看这火势，心中暗喜呀。不凡和尚心的话，别说那卢慧能是血肉之躯，他呀
就是铁打铜铸的，也得被烧化了。他这一高兴，吩咐众人赶紧丢掉火把，离开此地，因为天已4更了，被曹溪乡民发现那就麻烦了。众杀手一听，急忙丢掉火把，都奔宝林寺后边的山上去牵各自的马匹。不凡和尚和毒王聂参一起来到各自的马前，这毒王聂参嗖的一下飞身上马，可是他这屁股刚刚一挨马鞍，突然发出一声古怪的笑声，然后扑通一下就跌下马来。不凡和尚一看，心中一惊，急忙上前扶起聂参：“毒王，毒王，你怎么了？”近处的杀手们一看，急忙围了过来，打着火折子，仔细这么一看，嘿，这毒王聂参这副尊容啊，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可真特别。只见他伸着胳膊蹬着腿儿，眯缝着眼睛咧着嘴儿，呲着牙挺逗人儿，舌头还舔着上嘴唇儿，笑得美滋滋，笑开了抬头纹儿，一瞅挺精神，一摸没了气儿。再也不吃洋家饭，再也不喝洋家水儿，更不能下毒再害人儿。这毒王聂参呐，死了，死的还挺高兴，脸露奇异笑容，也不知道冲谁笑呢。两手大撒，这是人死时候的特点呐，这叫撒手人寰。人生的时候，那2只小手都攥着，希望抓住一切，可是到死的时候呢，什么也抓不去，只有2手大撒，这叫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什么是业？思想和行为的总和就叫做业。业是一种行为，有善恶2种。做工有工业，做商有商业，做农有农业，做善有善业，做恶就有恶业呀。人应该知道，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啊。我们世间人讲的所有权那是假的，我们对世间的一切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说你洋房汽车，你临死的时候什么能带去？连那身体皮囊都带不走，何况那些身外之物啊。可惜呀，聂参不懂得此理，竟然带着满身的罪孽离开人世。我在前文书上说过，人生的时候基本相同，可是死的方式就千差万别了。像聂参这种离开人世的方法，跟李氏夫人没法比呀。他这叫不得好死。人都说月下望郎君，灯下观佳人，更峻时分，是一种享受。可是在这山林旷野中，火折子底下去欣赏一位笑死人，这可真折磨人呐，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不凡和尚，更是惊得魂飞魄散，心说这毒王聂参是受自己之邀来此的，又死在这里，这不麻烦了吗？其他3大天王绝不能放过我，我有口难辩呐。不凡和尚想至此，把毒王聂参浑身上下检查个遍，没发现任何的伤痕血迹。心的话，他怎么能无缘无故的死去呢？难道那卢慧能真是慧根不凡之人？祖师说过，佛法随缘，不可强求。难道我追杀他，劫夺衣钵，真是犯下了欺师灭祖的大罪不成？不然的话，这毒王聂参怎么会突然死去？他对6祖用毒得到了报应，可这罪魁祸首是我呀，我这报应也就在眼前了。3大天王不会放过我，那样我将会死得更惨呐。不凡和尚想至此，懊悔呀。他回忆五祖之言和神秀之语，回想自己与卢慧能交手的一幕幕。那日在石拱桥畔，我对他痛下杀手，他却对我手下留情。他那庄严的步伐，慈悲的心态，举止的安详，哪一样不像一个断除欲望的智者？他以慈悲包容一切，
而我却执迷不悟，以致今日放火烧寺烧山，断送了六祖的性命，我真是罪该万死，万劫不复啊！不凡和尚想至此，悔恨交加呀。人总是在惩罚降临的时候才知道后悔，与其事后懊悔，为什么不事先谨慎呢？要不人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因者视之动机于开始，果者视之终结于受报。凡夫愚痴深受方觉，才知道后悔害怕。可是虽怕，于事无补啊。菩萨有智，知始见终，所以菩萨为因，因未可以指造。这菩萨他绝对不种恶因，所以说普通人怕受苦果，聪明人怕种苦因呐。这不凡和尚悔恨交加，仰天长叹：天哪！想我不凡枉为出家之人，愧对本宗，愧对五祖，以致今日烧寺烧山，断送了六祖的性命，我真是万劫不复，罪该万死。说着话，唰的一下拔出戒刀，唰，刎颈自尽。死尸扑通一声倒在血泊之中啊！这意外的突变，不非和尚不及补救，众位杀手也惊慌失措。不非和尚真是痛啊！他万没想到，在他们除掉心腹大患，为东山比丘报仇雪恨之际，毒王聂身竟突然死去，他的堂弟也竟会这样的自杀身亡，惊得他一时不知所措。那么毒王聂身到底怎么死的？被人暗算死的，被不非不凡邀来这些黑道杀手中有一个叫桑风的人给暗害死的。这个桑风啊，手使雷公锤，善打独门暗器桑门钉。他听说慧能身上有达摩大师的武功秘籍，也应不非不凡和尚之邀来此。可是在众多的杀手当中，他唯独惧怕毒王聂身，心想只要有他这个棘手的人物在，我就很难把秘籍据为己有。他就生起了坏念头，想暗害毒王聂身。就在毒王聂身悄悄潜入宝林寺内探看动静，向慧能施毒之际，他悄悄地到林中，把聂身的马鞍桥上给插上了5根极其细小的毒针。这个针呐，相当厉害，那此针上涂有剧毒，只要是扎上皮肉，人便有一种奇痒异乐之感，笑声一出，人也随之丧命，所以此针叫极乐穿心针。这江湖上杀人的方法千奇百怪呀。这桑风没敢使用他的独门暗器桑门钉，他是怕露了馅儿，招来其他3大天王的杀身之祸。因为江湖上有很多人知道他有桑门钉，却没人知道他有这种极其隐蔽的杀人凶器。再说用极乐穿心针杀人，既无伤痕血迹，不容易被人发现呢。你看这江湖上杀人的方法千奇百怪，多得很呐。这桑风为得武功秘籍，真是用心良苦啊。这毒王聂身多少年来竟下毒暗算别人，没想到今天却被别人下毒暗算，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因果报应啊。这桑风啊，害完了毒王，自己也没逃一死，因为他一心想夺武功秘籍。慧能中毒后，他第一个抢上去冲杀，在众杀手的围攻当中，慧能脚下踏出了般若神步，使众杀手互相残杀。这桑风啊，他的招数最猛，前纵后跳的次数最多，所以他身上挨的兵刃也越多。你知道
那有些杀手的兵刃上都涂着剧毒，伤着谁能好啊？所以桑风已在围攻慧能的时候，早已毙命于戾气毒气之下。俗话说，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聪明不可用尽，机关不可算尽，便宜不可占尽。这些费尽心机害人的人，到头来都难逃一死，死得更惨。因果报应怨不得别人呐。贪心能令人无恶不作，也能摧人性命啊。太上老君说，相由心生，命由己造，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人的生命很短暂，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它，运用它，让它散发出真善美的光辉。别忘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报恶报，早报晚报，终要报。任你本事再大，你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你绝对逃不过因果业力。因果报应是大自然的规律，它赏罚分明，谁都更改不了。大家千万记住，积善成名，积恶灭身。走进罪恶的同时，就是走向毁灭。乾坤八卦地狱天，芸芸众生女和男，士农工商遍地窜，名利二字把人缠。为名利，多少人昧着良心把坏事干，多少人阴险狡诈暗藏奸，其不知名利不能常相伴，所造业力永相牵。为善为恶自决断，因果报应自承担。善恶即使无人见，存心不能把天满。人为善，福虽为之祸已远，人为恶，祸虽为之福已浅。祸福无门自招揽，为善福报作恶牵。别等作孽恶贯满，祸到临头后悔难。人生在世屈指算，难活36000天。今夜脱鞋放一晚，不知明日穿不穿。珍惜时光多行善，别为私欲把恶添。爱国敬业多奉献，服务他人种福田。此段言语虽俗浅，行善确实百福缘。唱到此处收骨板，慧能吉凶下回谈。话说在曹溪宝林寺围攻慧能的这些江湖杀手们，一看不凡和尚自刎身亡，全都莫名其妙，一个个摇头叹息，各自散去。不非和尚更是悲痛欲绝，他含泪背起了不凡的尸体返回东山，只有毒王聂身还在暴尸荒山。曹溪乡民听到喊声，心中一惊，到房门外一看，前山着火。他们在刘志略、曹叔良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宝林寺一看，宝林寺已被焚毁。刘志略好像晴天霹雳，脑袋嗡的一下险些晕倒。他大喊一声，跑到前山，眼望着这熊熊烈火，刘志略肠断心碎，肝胆俱裂。贤弟，你死得好惨呐！刘志略不由心如刀绞，
泪滔滔，顿足捶胸，他把先帝叫。都是愚兄我把你害了，若不是愚兄苦留休思苗，先帝你怎会把命抛？只丞相弟兄相伴，直到老。却不料先帝你把厄运遭，先帝你已死，愚兄命难保。愚兄我定去伴你到阴曹，刘志略只哭得神魂颠倒，那真情感天动地先狂飙，呼呼呼，老天发怒，风似叫，哗哗哗，大地颤抖，树木摇，雾凄凄，高山低头起哀悼，雨蒙蒙，江河午夜，浪悲号，行云止步，热泪掉，飞鸟哀鸣难归巢，刘志略伤心如刀绞，曹溪乡民恨难消刘志略悲痛欲绝，贤弟，都是愚兄害了你呀！若不是愚兄苦留不舍，贤弟怎会遭人暗害？贤弟已去，愚兄岂可独活？贤弟，你等一等，让愚兄到泉下与你相伴。刘志略说着，就朝火中冲去。老居士曹叔良一看，急忙伸手把他抓住了。哎，刘贤侄啊，你冷静一下，那卢行者乃是大命之人，不会轻易死去的。你不要看着一片火就这么绝望。
大叔啊，不是我绝望，往坏处想，你看看，宝林寺已被焚毁，前山又变成火海，分明是贤弟为避东山武僧的追杀，逃到山上。可他们为置贤弟于死地，竟然放火烧山。别说贤弟是血肉之躯，就是铁打铜铸的，也难逃此劫呀！都是我害了贤弟呀！刘志略说着，痛哭不已。曹溪乡民也都悲痛落泪，暗恨东山武僧。他们眼望着熊熊大火，毫无办法，束手无策，只得默默地祈求佛菩萨保佑慧能火中逃生。这场大火烧了3天3夜，才被一场暴雨给熄灭了。曹叔良、刘志略带着全体乡民又到这山上去遍山搜寻找慧能的尸身，可是搜遍了全山，不见慧能的遗骸。刘志略和曹溪乡民都以为慧能跳崖摔死了，更加的悲痛。唯有老居士曹叔良没像别人那样大哭，他觉得既然这山中没有卢慧能的尸身，就说明还有一线希望，他觉得蹊跷，忙对刘志略说：“刘贤侄啊，你不要悲伤，我觉得卢行者是个有大作为之人，既然这山中没有见着他的尸体，就说明还有一线希望，也许他火中逃生了呢。”大叔，你不要安慰我了，你看看这满山的焦枯之景，大火无情，贤弟他怎会能逃得性命？除非他能入地钻天。这也难说呀。他如果真在此地丧生，那五祖岂不白传他依法了？那些有缘的众生还等待他法语的滋润呢。刘贤侄啊，你就节哀止悲，免得痛极伤身呐。曹叔良猜得不错，慧能的确没死，他要死了，那禅宗正法谁去弘扬啊？那我这书还说了什么意思啊？当日慧能见山林火起，断了下山之路，他一边运功逼毒，一边往前急奔。由于他不熟悉此处的山势，再加上天黑不辨路径，他就跑上一处半山的顶峰，举目一看，眼前无路可走，脚下是万丈深渊，周围火光冲天，杀声一片，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眼看大火就要扑到面前了，慧能仰天长叹：“天哪，我命休矣！”慧能他站在了山崖，同心稽首，不由得仰天长叹，热泪流。我曾经习禅功，功底深厚，早暗算，眼看今生一命休。弹指弹，疏忽大意，没早走，悲之悲，一腔壮志再难酬，再不能与义兄长相聚首，再不能报师深恩，法脉流，再不能虚佛慧命，真意透，再不能弘法利生，世间有。
苏船一竹篮打水，水尽喽，失手土费尽了心血，血空流。慧能已经是开悟的人了，并不怕死，他这是替众生着想，惋惜自己失去了色身，不能活在世上，就失去了度众生的机缘。禅门正法还没来得及弘扬，自己有愧恩师五祖的重托呀。想到这儿，仰天长叹：佛祖啊，想不到我卢慧能大愿未了，却要在这火海之中了却一生，禅门正法没来得及弘扬，我真是愧对恩师五祖，报愧终生啊！慧能毕竟是见性之人，临危不惧，遇险不惊。就在这大火即将扑面之时，他仍然镇定自若，借着火光环顾四周，思索着脱身之策。他见前边右前方不远处有2块大石头稳立崖边，慧能心想，我何不借此时护身，暂避一时。想到这儿，他嗖的一下纵到石前，集起全身功力，展开无相禅功，嚓，硬生生的这身体就把这巨石给化开了，挤进了石内藏身。这无相禅功真是威力无比，无坚不摧呀！慧能中毒，功力大减，还能把这石头给挤进很深来藏他的身体。如果说功力不减，那非把这大石头挤陷几米深一个大窟窿不可。我说的并不夸张，佛法修行的有很高的禅定智慧时，真有如此之能，真有这种大神通啊！不过我是怕一些对佛法理解不深的人，对慧能这种智慧神通难以理解和置信，我才用上乘武功这个说法，无相禅功这个名词来描述，还演绎一些惊险的武打情节，拐弯抹角的来叙述一些事情。其实那就是明心见性者那不可思议的智慧神通，也可以说是禅定的力量。人若是把心力集中起来，不让它纷乱散动到别处去，心就逐渐会安定下来。心定了，就会使我们的身心产生不寻常的现象，或者是产生超常的力量。就像烧开水的，如果你要把壶盖打开，让那蒸汽四散，那就没有力量。如果你不让蒸汽散出去，让那水汽集中，那水汽就能发大力，把壶盖给冲脱了。应用这一原理，可以使气力开动轮船与火车。我们的心力小，是因为纷乱散动，不集中啊。散乱昏沉重的人，连普通的道理他都听不明白，记不住。如果是能以定而集中心力，不散乱不昏沉，那就可以发出无比的力量。在佛法里有一句话叫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世间法也有一个典故，叫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的是汉朝名将李广有一次行军打仗，路边的树林里有块大石头，他看错了，以为是猛虎呢，摘下弓箭就朝大石头上射去。结果这箭射入石内很深，李广下马一看，吃了一惊，他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大的神力，摘下箭来又试了一次，结果没射进去。李广才知道刚才是自己精诚所致。什么是精诚啊？真诚无妄念。大家想想，一个没有修过定慧的将军都能一念真诚射入石内，那何况定慧时时现前，念念都清净的慧能，挤进石内有什么不可能的？慧能避火的这块大石头被后人称为避难石，现在还在曹溪宝林寺前面的山上，
也就是如今广东省曲江县南华寺前边的山上。那石头现在还在，那上面还有六祖大师藏身时解枷端坐的身形痕迹。有许多僧人和游客看到这块大石头时候，都是由衷的感叹亲现慧能大师的智慧神功。有许多人都在避难石前拍照留念，以慰仰慕之情。不瞒大家，我当时看到那块大石头的时候，我是激动不已，直个劲儿磕头，结果把脑袋都磕出包来了。咱们单说慧能，挤进石内，家服端坐，想集中心力运功逼毒。可是这烈焰锁魂录这个毒性太霸道，一遇热量，它毒性大增，使慧能功力随之大减。再加上这磷火旺盛，烤得巨石发热，这慧能心胸热闷，功力大减，渐渐的浑身熏蒸如焚。慧能心说，看来我是难逃此劫。书接上回，单说慧能在宝林寺前山上深入石中避火，这火热之气越来越旺，烤得巨石发热。慧能心胸热闷，他想运功逼毒，可是这烈焰锁魂录的毒性太霸道，一遇热量，毒性就大增，使慧能功力大减。在此常人无法堪忍之际，他摄心敛意，专注火大空假之禅观。火由地风两种因素相磨而生，也属众生业力所感。四大之相本属幻生幻灭，皆由心中业力所现所灭。若不着此相，又无此业，便不受火焚之害。于是慧能进入深深的火大空假之禅定中，即所谓深入大火，火不能烧的非凡状况。就在此时，天空中轰隆隆传来几声响雷，霎时间电闪雷鸣，那真是龙神下急令，雷帅忙行动，云同步黑云，风伯再发风，沉雷响，云雾生，山摇地动，刮大风。先是雨点淅沥沥，接着瓢泼大雨哗哗往下冲，四海龙王舍了命，打开天河一般同啊！这一场大火就被这一场暴雨给熄灭了。雨过石凉，慧能不知自己已在石中待了3天3夜，他急忙运功出离巨石，集起全身功力想往出排毒。他怕东山武僧天亮之时再上山搜寻他，可是3天水米未进的他实是力不从心呢。这烈焰锁魂录如果是不能在6个时辰12个小时之内把毒气排出境，6个时辰之外，人必然昏迷，毒气攻心而死。要不是慧能如山的定力，深厚的内力，他早就死了。但是终因烈焰锁魂录霸道的毒性，使他头晕目眩，倒身跌落万丈深渊。慧能虽然不识水性，可是他身上有祖师的衣钵，尤其那祖衣乃是中天竺布所作，遇水不湿不沉，浮力很大，载着慧能顺流而下，飘了很远，才在一处岸边石旁停了下来。无巧不成书啊！正巧此时有狩猎回归的父女2人，这个老头叫周正风，女儿叫周小翠。这爷俩一看慧能晕倒在水边，动了恻隐之心，上前一探，慧能尚有气息，这爷俩就把慧能扶到马背上，驮回了猎人队。猎人们一看周氏父女救回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都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主张把慧能立即处死。为啥？怀疑他是马帮派来的奸细。因为在那时候，怀集县和泗会县一带有一大批马帮，经常仗着人多势众，到猎人队里寻衅要猎物。猎人们常常为躲避马帮的欺辱，悄悄地搬迁。
周氏妇女坚决反对，非要等慧能醒来之后问明身份再做处理，免得错杀好人。猎人队里有个叫熊飞的人，此人不但性情粗鲁，而且心狠手辣，身高体大，狩猎本领非常强，剑法出众。他曾经仗着过硬的狩猎本领向周小翠求过婚，被周氏妇女给拒绝了。这熊飞呀，怀恨在心，处处与周氏妇女作对。他一看这爷俩救回一个人来，当众反对：诸位，不管他是不是马帮派来的奸细，我们都不应该留他，多个人多张嘴，我们犯不上白白养活他，你们说是不是啊？这熊飞在猎人队里专横跋扈，谁敢不顺从他呀？他这么一说，大家都随声附和：对，不能留他。熊飞一听，洋洋得意，唰的一下拔出钢刀，就朝昏迷中的慧能扑去。周小翠一看，明知他这是找茬跟自己作对，不由得心头火起，杏眼圆睁，唰抢到面前挡住熊飞。熊飞，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姑奶奶我和你拼了！黄毛丫头，你口气不小，熊大爷我想做的事没人阻拦得了，快快让开，不然别说我对你不客气。熊飞，你客气怎么样？不客气又能怎么样？黄毛丫头，你他妈找死，给我快快闪开！熊飞他说着东拳掌，周小翠还击手脚忙，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施展本领，各自逞强。一个是力大无穷，拳脚猛；一个是烈性女子，长发强；一个是专横跋扈，发野性；一个是侠肝义胆，气满胸膛；这一个童子倒拜观音像，那一个这张生独身跳花墙；这一个如来五行拨天地，那一个老君八卦定阴阳；这一个金龙戏水翻波浪，那一个这猛虎登山穿过梁；这一个双锤击顶不好挡，那一个顺手牵羊人难防。二人大战20趟，忽听有人喊声狂。两个人正在酣斗之时，忽听有人大喊：沈头头回来啦！众人闻听，抬头一看，果然是大头领沈龙狩猎归来。两个人这才停住手。沈龙一看这气氛，知道有情况，还没等相问呢，周小翠就把详情向沈龙说了一遍。沈龙听后沉思片刻，走到慧能近前，抓住慧能的手腕，给慧能切脉。他切得慧能脉波平缓沉稳，不像心怀歹意之人。那位说了，沈龙不是个猎人吗？怎么会切脉呢？懂得脉理呢？这沈龙啊，可不是普通的猎人，他曾经是淮吉县里一位有名的郎中，自幼熟读医书，通岐黄，熟脉理，还能配制各种中草药。3年前他遭人陷害，倾家荡产，险些丧了性命，多亏老猎户周正峰把他救到猎人队。沈龙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剑术高明，他还会雕刻，他算是猎人队里比较全才的人。猎人们经常和野兽搏斗，常常有流血受伤的事件，沈龙就为他们配药治伤，所以猎人们对他很敬重，封他做头领。沈龙推辞不过，只好应允。这沈龙说话谁都得听。沈龙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再为他的去留而争吵，等他醒来之后，由他自己决定，我们都不要干涉。
这沈龙怪了，让慧能自己决定。说完了，他回到自己的住处，这场争斗暂时就算平息了。沈龙为什么没看出慧能中毒了呢？因为慧能中的是烈焰锁魂露，这种药性喜热怕凉啊。慧能掉入深渊，凉水浸体，这毒性就慢慢自解了。慧能的功力也渐渐的增上来了。周氏妇女仍坐在慧能身边，耐心的等待慧能苏醒过来。时过片刻，慧能终于浑身真气激荡，清醒过来。睁眼一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陌生，身旁坐着一个五旬开外的老者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还有许多的不熟悉的面孔。慧能急忙起来，冲着老者一抱拳：“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落在此处？”“啊，我们这是猎人队，我们父女俩狩猎归来的时候，发现你倒在水边，就把你救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晕倒在水边呢？”慧能略一沉思：“啊，老人家，我叫卢慧能，是岭南新州百姓，因家境贫寒，出外谋生，不料途中被强人所劫，跌入深渊。多亏您老救命之恩，请问您老高明尊姓？他日必当相谢。”老者见慧能慈善懂礼，打心里往外喜欢慧能。“年轻人，你不要客气，我叫周正风，这是我的女儿，叫周小翠。我们这里呀，是怀集县和泗会县的交界处，没收没管，荒山野岭，挺自由的。你要是愿意留下来，就跟我们一起生活，沈头头同意你留下来。你要是不愿意，随时可以走开。”慧能一听这周正风说这里是怀集县和泗会县的交境，心里一惊，猛然想起五祖大师嘱咐他的话，告诉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意思就是遇到有怀字的地名就停留下来，有会字的地方就隐居起来。慧能心想，我落难至此，难道这是天意？慧能他闻听此言，思绪万千。忽然间五祖话语响在耳边，他让我逢怀则止，遇会藏钱。不料想今日落在怀会间，难道说天意已定，难改变？难道说落难在此是因缘？宝林寺遭围杀，情景凄惨，数年内难以平息江湖冤。倘若是在此隐遁，必凶险，还能够随即说法行于晚。猎人们杀声太重，须指点，知迷途定要保护大自然。
那时候有保护大自然这种意识吗？一般人没有，但学佛的人有。因为佛法讲究的是慈悲平等，无情有性，善恶因果。不仅以平等心待人，就连动物都要保护它，令其生存。不仅是保护有情时的人和动物，就连无情时的草木山川大自然都予以关爱。因为佛教主张宇宙和谐，人和大自然是一体。如果人人都能按照佛陀的教义去行事，那么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就不会被破坏，更不会有什么非典、禽流感呢。可是由于某些人的近视，向大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物种灭绝、水域污染，才招致大自然的猛烈报复，致使人类交出了昂贵的学费。面对着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应该说这是天灾，但更是人祸。让我们不得不敬佩释迦牟尼佛那种远见卓识的大智慧。单说慧能，望着眼前这些天天与野兽生死搏斗的猎人们，心中暗想，我要留住于此，可以救度他们。他也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宝林寺被那些人围杀的情景。那些人口口声声管他要什么武功秘籍，他知道此事已经牵扯到江湖上去了。看起来几年内难以平息这种恩恩怨怨。如果自己在这里留住下来，既能救度猎人们，又能避开东山武僧和那些江湖人士的追杀，这些猎人们真的是很可怜。我一定留住这里，随机给他们说法，让他们懂得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慈爱山川草木，和大自然和睦相处，爱惜大大小小的物命，让他们幸福。慧能想至此，要求周正风带他去见沈头领。沈龙见慧能心地善良，面相忠厚，言语坦诚，答应他，让他留下来给猎人们做饭，还要替猎人们看守猎网。慧能很高兴，从此后他每天起早贪晚的为猎人们做饭，白天又到山上替猎人们看守猎网。他一见网中有活的动物，他就悄悄给放了。猎人们每顿吃的都是野兽肉，慧能不忍杀生，他就在守猎网的时候采些山野菜，放到肉锅里炖煮食用。猎人们见慧能不吃肉，心里很纳闷。熊飞一看，心说，那卢慧能既然不吃肉，我何不如此这般。话说慧能在猎人队里为猎人们守网做饭，猎人们每顿吃的都是野兽肉，慧能不忍杀生，就在守网的同时采些山野菜放到肉锅里炖煮食用。猎人们见他不吃肉，都很奇怪。其实啊，没什么可奇怪的，人与畜类同一肉具罢了。肉人不吃肉兽，这是天理人情，完全都兼顾到了。熊飞一看慧能不吃肉，他就故意找茬欺负他，夹起了一块肉，奔着慧能的嘴里呼的一下就塞过去了。慧能急忙闭嘴，熊飞就急了，卢慧能，你别坐轿豪桑，不识抬举，把它吃进去给我看看。当你期待我吃肉的时候，我已经吃给你看了，是吗？你既然闭嘴能吃肉，那就多吃点给我看看。熊飞说着，端起了肉盆，哗的一下朝着慧能头上就泼过来了。慧能怕暴露武功，不躲不闪，哗，这一盆肉啊，从头到脚泼了一身呐。你想想，那滋味就甭提多难受了，连烫再腻。周小翠一看，心头火起，熊飞，
你这个衣冠禽兽，我跟你拼了！说着话，打箭步就往上闯。众猎人急忙过来，把周小翠拦住了。你再看慧能啊，不但不生气不反抗，还一个劲儿的给熊飞赔礼道歉。熊大哥，对不起，是我不好，惹您生气，请您原谅。众猎人一听，哄堂大笑，能不笑吗？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找不着这样的人呢，无缘无故的遭欺负，被人泼了一身肉汤子，还向人赔礼道歉，他们哪见过这样的人啊？你别看猎人们不能理解，但慧能的做法，一个真正的学佛者都能够理解。美玉不琢不成器，顽金不匣不至精，钟不击不鸣，刀不磨不利。岂有天生弥勒，自然世家？欲为圣贤佛祖，必受恶骂，如饮甘露；欲横逆如获至宝。忍的美德很重要，如果不能用欢喜心来接受别人的侮辱恶骂，那就不能称作是有道的智慧人。慧能已经离开人我等分别之相，只存平等之决心。因为他是明心见性之人，所以他自然能够对种种恶骂侮辱欢喜接受，如饮甘露。这也是他立誓练心的高级修行。可周小翠对他的做法不能理解，气得一跺脚：卢慧能，你这个窝囊废，我真不该救你！说完，他气呼呼地跑出门外。慧能一看周小翠如此的气盛，忙撵出去解劝他：周姑娘，请你不要生气，对抗并不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变得更加仇恨。就是不对抗，你也不应该当众给他赔礼道歉呢，你简直把脸都丢光了。你要是不敢惹他，我替你出气，省得我也陪你丢面子。周姑娘，幸福在自己的心中，不在别人的眼中，为什么学虚荣去争面子呢？要知道，生气就是拿别人的缺点错误来惩罚自己。世上有一种永远亏本的生意，就是发脾气。人要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不要争面子，争来的是假的，养来的才是真的。你说错了，在这个世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你懂吗？我懂，可是我心目中的强者是平凡，平凡是最难演得好的角色，只有平凡才是真正的强者。浪花虽聚，瞬间消失；山洪虽猛，片刻无踪，岂能奈何大海群山毫发？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周小翠一听，被慧能这不俗的谈吐深深打动。你别看她是一个以打猎为生的女孩子，可她自幼丧母，寄养在姨母家，姨母书香传家，周小翠也读过诗书。后来姨母病故，才被父亲把她接到了猎人队。为了生存，她苦练狩猎本领。所以周小翠虽然流落山野，却是个聪明善良、懂道理的女孩子。听了慧能这番寓意深刻的话，打心灵深处萌发了对慧能的敬仰之意、爱慕之情，禁不住对着慧能如醉如痴观看起来。周小翠漫山秋波西流山，端详着面前这位特殊人。只见他身材适中，多匀称，貌比潘安吕布，不差毫分。他不但仪表堂堂，相貌俊，谈吐不俗，气质更超群。真正是忠厚善良，好人品。
黄金世上难找又难寻，他真是虚怀若谷，能容人，真正是超脱无为，不沾尘。我若是能够与他结亲近，也不枉今生在世当差群。小翠我想至此，心潮翻滚，霎时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慧能在猎人队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周小翠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认真打量过慧能。今天他用敬仰之情、爱慕之意交织在一起的目光，脉脉含情地望着慧能，心中暗想：男儿无妻家无主，女儿无夫屋无梁。眼前这位卢慧能不但谈吐不俗，心地善良，而且虚怀若谷。我要能找到他这样的对象，平生之愿足矣，这辈子也没白活。那时候有对象这词儿吗？没有，这是说书人用现在的语言去解释古人的心理。这周小翠呀，选对象可真会选，选到佛门一代祖师身上了。人的一双眼睛可了不得，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它不但能表达内心世界所有的喜怒哀乐，还是情媒呀，它可以给自己传情保媒。表达爱意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眼神往往会比用语言效果还好。其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转瞬式，眼神一瞥就向对方发出了爱的信号；一种是注入式，二目脉脉含情地望着对方，传递心里的情感。这周小翠现在就是以注入式的眼神向慧能以目传情，他对慧能的爱的确是发自心底的。可是慧能已经没有这种凡夫的情感了，他如今已把世俗青年的淳朴爱意都运化成对众生至高至洁的悲悯之情了，他把感情都提升到慈悲心了。周姑娘，烦恼比岁月更易催人老，希望你做一个不会轻易被别人伤害的人，要大开心门，任他人出出入入，直畅无碍。如果心门开窄了，任何人出入都会碰到你的，那样你就会觉得很伤心。待人退一步，爱人宽一分，你就会活得很快乐。诸位，慧能的语言真闪光，烦恼的确比岁月更易催人老。如今有许多的太太小姐们特别注重美容，经常花钱到那美容院去做美容，希望自己保住青春，年轻漂亮。其实不发脾气，内心和悦，笑颜常开，比什么美容术都好使啊。如果是常发脾气，眉毛一立，眼睛一瞪，脸肉一横，内心忧郁，这样长时间呢，什么美容术都不管用了。由于内心情绪的恶化，就会影响到面部的表情，因为人的心识能影响相貌。慧能说完，转身回屋。周小翠一看着急了，心说：我以目传情，向他表达爱意，他咋就不懂呢？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回去了。哪是不懂，那是装作不知啊。周小翠呆立门外多时，才转身回屋。打这以后啊，他把心思都用在慧能身上了。无论男女，有了意中人之后，他都愿意打扮自己，希望在意中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靓丽。周小翠本来就长得如花似玉，再稍加修饰打扮，更显得妩媚动人。周
周小翠生的俊，令人魂兮呀。柳叶眉，杏核眼，唇若樱桃。玄丹鼻，直溜溜，有几分傲。元宝耳，周正正，难画难描。乌云发，盘发髻，眉中带翘。芙蓉面，透红润，润里藏娇。白玉腕，春笋指，天宫难造。绣罗裙，锦束招，杨柳细腰。真个是浑身上下百美千好，美中俏，俏中美，天下难挑。周小翠的漂亮，用传统的名词来形容，那绝对不能恰当到位。尤其那传统的美人赞，什么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我认为这不是赞美人，这是糟践人呐。您想啊，那两条焦绿的柳树叶子长到眼睛上边当眼眉，那好看吗？杏核眼，那杏核啃净了还行，啃不净整个一个扒拉眼儿啊。樱桃小口一点点更气人，啥也吃不了，只能吃面条，还得一根一根往嘴里裹。要是吃炸酱面更糟，滋儿喽，面进嘴去了，那酱全糊到脸上了。杨柳细腰赛笔杆，你想啊，那笔杆才多粗啊，最粗不过这么粗。你说这么粗的腰它能干啥呀？您别说，跳舞方便，不用搂腰，用手一攥就可以，但是不能跳快四，只能跳慢三，否则一使劲儿能把腰给揽折了。就再说那比花似花，比玉似玉吧。那比花似花，那花也分什么花啊？哎呦，您看那小姐真漂亮，长得跟狗尾巴花似的，你说这好看吗？哟，这个太太真漂亮，长得跟那石头蛋子似的，那玉不就是石头吗？所以呀，我认为这种比喻它不恰当。当然了，这种比喻无非是形容女人嘴小腰细眉眼的形状好看，但我觉得它太夸张了，不切合实际。可是自古以来人们都这么形容，我也就这么用词来唱了。单说这天生漂亮的周小翠，稍加修饰打扮，更显得妩媚动人呐。什么3月的桃花，6月的荷花，带雨的梨花，盛开的牡丹花，此时拿来跟周小翠一比，都是萤火虫见太阳，黯然失色。但是周小翠无论怎么漂亮，慧能是明心见性之人，什么美色当前都不会动心。可熊飞呀，就恰恰相反了，他本来就对周小翠垂涎3尺，现在周小翠这一打扮这么漂亮，这熊飞就像馋猫见了鱼一样，一心8火要弄到手。可是周小翠不理他，总是躲着他，老去亲近慧能。熊飞一看，醋意大发，忌火上升。他不了解慧能的真实身份，把慧能当成情敌了，下定决心要除掉慧能。这一天，慧能正在山中狩猎网，有一个叫陈奎的猎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卢慧能，我和熊大哥打住好几头野猪，弄不回来了，你快过去帮帮忙。”慧能一听，信以为真，也没多想，跟着陈奎就朝山里边跑去。他翻过一座山头，就见熊飞在前边的一棵大树上冲他招手：“哎，卢慧能，你快过来帮忙啊！”慧能答应一声，也没多想，就朝熊飞那里奔过去。可是没跑几步，扑通一声陷进了沙坑。熊飞坐在树上一看，怪声狂笑。怎么还怪声狂笑呢？这笑啊，它有讲究，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个什么样的笑法，不能一概而论呢。你比如
熟悉的人点头一笑，天真的人说笑就笑，稳重的人嫣然一笑，傲慢的人斜目讥笑，认错的人回头一笑，爽快的人哈哈大笑，害羞的人掩面而笑，放肆的人无故贪笑，老练的人带笑不笑，迎客的人满脸堆笑，虚伪的人抬头便笑，做梦的人独自干笑，发疯的人才怪声狂笑啊！这熊飞一看周小翠喜欢慧能，不喜欢他发疯一样想治死慧能。一看慧能陷进了沙坑，他才怪声狂笑，哈哈哈哈！卢慧能，你的死期到了。话说熊飞见周小翠喜欢慧能，不喜欢他醋意大发，把慧能当成情敌了，决心除掉慧能。与陈奎两个人合谋，把慧能骗进了流沙群的沙坑井里。然后他一声狂笑，呵呵，卢慧能，你的死期到了，我不亲手杀死你，我要让这片流沙除掉你，让你尝尝这慢慢死去的滋味。说完，他一路大笑，带着陈奎离开这里。此时的慧能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啥滋味都有啊。想想五祖大师的重托，他心中遗憾，看看熊飞的愚痴，觉得可怜，想想五祖的法脉即将断绝，更令他伤感。他在这流沙群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突然五祖大师的声音响在他的耳边，那还是五祖大师送他下山的时候嘱咐他的几句话：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随殊，本性无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普施法语，广度众生。慧能一听，当即心神一定，集起全身的功力，嗖的一下冲出沙坑，看准前方一个落脚点，落下身形，除了一身泥沙之外毫无损伤。看看天近傍晚，猎人们都等着他做晚饭的。慧能急忙寻路赶回猎人队。这个时候，周小翠正为慧能饭食不归而担心呢。一看慧能满身泥沙跑了回来，心里一惊：卢大哥，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人在欺负你了？不是，是我采野菜迷了路，掉进了沙坑。慧能说完则